Hey, what's up？我是二哥，今天我们来讲美国的兄弟会。I don't think I love you no more. You never seem to call me lately. But I don't think she knew me at all. 什么是兄弟会呢？兄弟会 （fraternity） 这个词大家应该都不陌生吧？在大家的印象里，可能兄弟会就是恶作剧啊、整人啊、hazing 啊、party 啊、酒精啊。但是从我目前的体验来说，我这些都没有遇见过。兄弟会是课后讨论小组演变过来的一种社团，最开始也就只是大家一起课后写作业，大家一起课后议论老师这样的一个小团体，后面慢慢变成的一个社交型的集体。兄弟会的名字一般是由1到3个希腊字母组成。兄弟会在每个学校的分部叫做 chapter， 像我所在的兄弟会叫 Phi Sigma Pi， 我们比较喜欢简称叫 PSP， 因为比较方便。然后我所在的 RU 是 PSP 的 Alpha Theta Chapter， 就因为名字都是由希腊字母组成，所以平时听到的 Greek Life 也是指兄弟会。兄弟会呢，大致分为2种，一种是学术型的，一种是社交型的。学术型的兄弟会都叫 fraternity， 虽然里面有男生有女生，但是还是叫兄弟会。学术型的兄弟会主要以学习为主，虽然其他时间也有玩，但是更多还是做义工啊、做 service、做筹资、公益之类的。而社交型的兄弟会就分为 fraternity 兄弟会和 sorority 姐妹会，他们就更偏向于 party 恶作剧之类的。据我在 social fraternity 的朋友说呢，在那里面让你吃恶心的东西，做恶心的事情，或者让你干掉一瓶大瓶的伏特加都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而我所在的 Phi Sigma Pi 呢是 academic 兄弟会，我们是 National Honor Fraternity 全国学术荣誉学生会。National 指的就是我们的兄弟遍布全国，而这途中就包括东边的宾州州立、马里兰大学、罗格斯大学、美国大学，西边的加州伯克利、欧文、圣塔芭芭拉。Honor 是说呢，参加 PSP 的学生大部分都是 Honor Students， 他们很多都在 Honor College 或者 Honor Program 里面，都是每个专业里大佬中的大佬，参加过非常多的比赛，拿过非常多的奖项，在学校拿奖学金更是拿到手软。那聊了这么多，什么是兄弟会？那我们来看看怎么样才能加入兄弟会呢？兄弟会在每个学期都会有招新 （recruit）、rush， 在 rush week 里面，兄弟会有相应的活动要求你去参加。像学术性的可能就会像是 info session 一样的交流会，社交型的兄弟会可能就更偏向于逛他们的 frat house， 就是兄弟会自己的别墅。是的，并不是所有的兄弟会都有属于自己的房子。我们需要170个兄弟会，只有少部分才有自己的 frat house。social 的兄弟会有些会要求自己的新成员在自己的 frat house 里面住2年，但是这样的规定也是比较符合兄弟会的这样的定义，因为住在一起的话，关系还是会变得越来越好。在参加完兄弟会的相应活动之后，就有资格受邀参加正式的考验过程 （pledging）。这张呢是我 pledging 的邀请。pledging 的过程有各种各样，所以你们听到的 hazing 啊这种被恶整的这种消息，都是从这一部分出来。美国大学管 hazing 管得非常的严，只要有 hazing， 整个兄弟会直接关闭。而且在美国 hazing 是被写入法律当中的，中文里面好像没有一个相应的单词可以翻译 hazing。我个人从 hazing 的定义来说呢， hazing 就是有人迫使你去做任何你不想做的事情，真的是任何事情，而且对你造成了任何程度的伤害，这就是 hazing。当然 hazing 更多发生在社交型的兄弟会之中，对我的 pledging 来说，更像是兄弟们给予我的一种考验。这些考验的部分都是属于兄弟会神圣并且神秘的部分，所以在我们主席的允许之下，
接下来的内容是我可以讲的。我们需要在6周之内呢完成这一个小本子，是这个。总的来说，这张本子就是 Phi Sigma Pi Alpha Theta Chapter 2019到2020 Initiate Program 的一个总的大纲。而右下角这么一个小小的东西呢，就是代表我是初始兄弟的一个徽章。这所有的任务里面就包括面试35个兄弟，发5封邮件给校友，3封邮件给别的 chapter 的兄弟，至少参加3周的例会，完成5个小时的义工，参加每周2次的图书馆学习活动，参加学术活动、社交活动、筹款活动和服务活动，至少1次。因为每个兄弟会都有自己的主旨，而我们 PSP 的主旨就是 scholarship、leadership 和 fellowship。所以基本上我们的活动都是围绕这3点进行展开的。在这所有的任务里面，最让我头疼的应该就是那35个兄弟的面试了。因为兄弟们的信息我不能够随意泄露，所以我自己仿了一张给各位看，就是差不多是这个样子的一张表。我们35个人，6周面试完，如果算1周5天的话，我至少1天要面试1个。在开始的那一段时间，我每天除了上课就是要去做面试，因为每次面试需要跟每个兄弟约时间，所以我经常要跟兄弟们发信息，最多的时候可能要跟10个兄弟同时发信息，那个时候真的是忙不过来。发封邮件还算挺容易的。即使我发过去都是一些不痛不痒的文字，但是大部分都有回复我，而且非常的热心。我每个人差不多只发了2段的正文，但是有一个校友给我发了5段的长文字，真的还是特别暖心的。学术活动的话，我参加的是我们一个兄弟的父亲来跟我们讲如何更好的使用 LinkedIn。在国外的朋友应该都有听说过 LinkedIn 这个软体。这个小讲座对于正在找实习的我提供了不小的帮助。社交活动呢，我参加的是学校组织的 Bad Race， 每个参加的兄弟会派4个人在规定时间内用规定的材料组装出一辆属于自己的床。为什么我要说辆呢？因为最后我们是要推着那个床赛跑的。然后晚上在学校全是兄弟会 house 的街上推着那个我们自己组装的床赛跑，获得第1名的呢会得到一定数量的资金，然后作为善款捐赠给需要帮助的人。然后我所参加的筹款活动是一个学美术的兄弟一步一步教我们怎么画画。这个呢就是我在万圣节前夕完成的这个画，还是非常有意思的。服务活动算是所有活动里面比较难的一个。作为一个从没在美国做过义工的外国人，光是跟校内本地学生打交道就非常需要勇气，更不用说去社区做义工。但是义工的经历真的还是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被安排去一个教堂附近的服务所做义工，当时只知道是为流浪汉提供食物，但是具体做什么我是完全不知道的。但是去了之后也是非常意外，管事大叔特别的 nice， 而且每个人都是特别的亲切，感觉这就是为所有需要帮助的人一个帮助的救难所一样。那整个地方呢就是一个小食堂，应该都有听过在美国有那种发饭票发饭券的那种机构，而这个就是凭那个饭票啊、饭券去领食物的一个场所。而我们要做的呢，就是把这个小食堂的卫生打扫好，然后把那些食物准备好，还有把放食物的那些架子给清理干净。在整个 pledge 的过程中呢，我要选一个已经在兄弟会里面的成员作为我的 big brother， 中文大概就叫做大师兄吧。这个大师兄就相当于导师，在之后的生活中都会照顾我。就是这样一个带一个或者一个带2个的模式，使得我们有家族 family。我所在的家族就是 Galaxy Family， 是我所在的 PSP chapter 里面比较大的一个家族。家族成员之间的关系更近一些，但是
虽然这么说，但实际上跟其他的成员关系也不算很差。在此之外，给我留下非常深刻印象的就是我们最后一周的考试。在这6周的周末，我们都需要去一个地下室接受课程，想了解 PSP 的历史、PSP 的文化，当然还有我最头疼的 Greek alphabet 希腊字母。有考试还不算完，在成为准兄弟之前，还需要所有的兄弟投票同意你加入才可以。还记得那些和所有兄弟之间的面试吗？就是为了让所有的兄弟了解你、认识你，然后他们会根据你的表现判断你是不是适合我们这个兄弟会，是不是适合加入我们这个兄弟会。我在这最后一个环节还是多多少少有一点点紧张，因为感觉自己在面试的过程中表现的不是很好，不过还是顺利的通过。在成为准兄弟之后，还需要参加一个仪式 ritual， 叫 induction。在参加完这个仪式之后，才算真正成为一个兄弟会的成员。这个仪式内容是完全保密的，我是完全不可以说的。但是这些参加完仪式之后的照片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张呢是我们所有 chapter 成员的照片，然后这一张是我们一个小家族的照片。而我加入兄弟会最后的一项任务就是为我的 B 设计属于他的船桨 paddle。这张呢是我做完他的 paddle 之后拍摄的照片。然后除了 paddle 以外，我还需要做的就是 family tree。family tree 真的是花了我很长的时间。我之前听说 family tree 还是在看哈利波特的时候。我最开始呢就是拿平板在上面画出来之后，然后临摹到软木板上，然后再上色，再完成后续的工序。不过虽然我的 paddle 和我的 family tree 做的还是我觉得比较粗糙，但是当做礼物交换的时候，我的 Big 还是完全给了我一个非常大的惊喜。礼物交换嘛，我给他 paddle， 我给他 family tree， 而他给我的呢，首先就是这个，这是一个我跟他之间的照片，也是我人生中收到第一个相框。然后呢，就是这一件衣服了。Phi Sigma Pi 跟我身上这件一样，我这件是我这个 class 的，所以我们这同一期进来的都有这一件，而这个呢就是家族的衣服。然后还有一个，这个是只有我才有的，因为大家好像只有 T 恤没有卫衣没有 hoodie， 而这个是只有我才有的一件 hoodie。然后这2件呢背后都有一个名字，这个是天鹤座的最亮的一颗星星，它的意思呢就代表着最发光的那个人，被选中的那个人。感觉我的 B 给我选这个名字呢还是有它的意思的，我也非常感谢他给我选这么一个名字。感觉我就是被兄弟会所选中那个人，我真的感觉我非常的特殊。好，说了这么多，那我为什么要加入兄弟会呢？那加入兄弟会有什么好处呢？我认为兄弟会是一个可以帮助我更加融入美国文化的方式。在过去的2年中，虽然我有的时候会迫使我自己跟更多的本地人接触，但感觉总是不能真正的融入他们。最开始我也是对兄弟会非常的好奇，但是之前嘛，有很多人跟我说兄弟会各种不好啊，各种 hazing 但是感觉还是要自己去尝试一下，然后在朋友的鼓励下，还是决定去参与试一试。就算没有成功加入，但这也应该可以算是我自己人生中的一种经历嘛。兄弟现在对于我来说，不再是中国文化中必须要有血缘关系的那种兄弟，兄弟更多的是像我这样一个在其他国度，我可以完全信任、完全坦诚，而且我需要帮助，我说一声立马就会出现的这么一群人。即使我们来自不同的国家，有着不一样的皮肤，有着不一样的价值观，学着不一样的专业，在不一样的学校。讲我一个自己的小故事，上一周是我最忙的考试周。有一个兄弟知道我非常忙，
而且我跟他说我可能会消失一段时间。但是他在我考试那几天，每天晚上给我发消息，问我你还好不好，你复习的还好不好，对考试有没有信心。因为上一周3场考试连着3天考，真的有那么几个时刻我是崩溃的。但是有他在旁边支持我、帮助我，我觉得还是他的帮助让我顺利的、平稳的度过了这一整个考试周。或许你们会更想知道加入兄弟会之后有哪一些好处吧？因为我不是一个会因为有哪一些好处而再去做这个事情的人，这些完全是我加入兄弟会之后感受到的，然后才写下来。第一个，我觉得就是能够有更多的本地朋友。其实说实话，作为一个留学生在国外，你想真正融入美国的文化是比较困难的。你除非你真正的开放你自己的心胸去跟本地学生打交道，并且有很好的关系之后，你才有可能，只是有可能才能够慢慢的融入。第二就是有归属感，感觉作为一个外国人在美国，你总会觉得这个地方不属于你。而加入兄弟会之后，慢慢融入美国文化，感觉所有人，即使你有些不懂，你也有些可以去问你的兄弟们，而且他们人非常的好，会带你去各种各样真正是只有本地人才知道的地方。就像我当时做我 Family Tree 的时候，我需要非常多的素材，我需要非常多的材料，包括热熔枪，包括那一些 tag， 包括那个绳子，我都不知道去哪里可以买得到。但是我的最好的兄弟就告诉我你可以去那里买或者我可以带你去。这种真的是有兄弟就是完全不一样。第三个就是挑战自己，我是一个比较喜欢走出自己舒适圈子的一个人。我不太喜欢永远窝在自己的舒适圈，虽然我有时候还是会待在舒适圈里面，但是我更喜欢向外去探索，尝试一些自己没有尝试过的，去做一些自己曾经不敢做的事情。你的这种体验就是你自己真真正正最值得你回忆的东西。第四个就是时间分配，记得我说的那35个兄弟的面试吗？那个真的跟每一个兄弟协调时间是需要非常好的技能的。像我们进来的这一批当中，有一个女生是我们的 governor， 她的时间分配能力特别的好。像我们35个兄弟的面试，可能在6周之内勉勉强强能够完成，而她在第1周就已经完成了一大半，真的是一大半。35个，据她所说，35个他完成了34个，仅仅在1周之内最后一个呢，就是你会有属于你，而且是非常非常广的人脉。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刚刚你也看到了我们那张地图 ，PSP 的地图，我们的兄弟横跨整个美国，不光是大学学生，我们这个会员是终身制的。只要你在 PSP 里面，你这一辈子都是属于 PSP， 都是 PSP 的成员。所以我们有非常多的校友，非常多的 inter-chapter brothers。当最开始做 info session 的时候，我就听到过一个故事，是说 PSP 中有一个成员，他横跨美国，完全没有花过住宿费。因为每到一个地方，直接去自己兄弟家住就好了，因为我们之间是完全坦诚、完全信任的，这种东西真的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所以总的来说，加入兄弟会是一种完全全新的体验。虽然在大家的传统观念当中，总会觉得兄弟会好像永远就是要玩、要 party， 可能还会有一些非常恶心的事情。但是你真真正正只有自己加入之后，你才能知道兄弟会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好，讲了这么多，因为我现在在兄弟会里面嘛，所以感觉大家对兄弟会里面的活动之类的比较好奇，所以我会尽可能的拍摄一些兄弟会的内容。当然平时我也会拍一些比较有趣的东西。那差不多就这样吧，我是二哥，咱们下次见。